哎，书记好，书记好。我听说你这个生日啊？是啊，你都知道了，咋弄？书记还惊动你了这？郭美跟我说的。哎呀，我给你寄礼物过去了。是啊。啊，小狗，小狗。那小狗我看了挺漂亮啊。非常漂亮，我现在已经成网红了，他已经。啊，我一看这家伙行啊，我也得说一句，当老哥得说一句 Happy Birthday 啊！哎呦，谢谢，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谢谢老哥。我跟你说啊，是。那个我呢这两天感冒了。是。现在还没完全好。是。在家睡了1天觉。哎呦。我今天早晨呢，把这手机打开到办公室，我一看。郭美给我发了个信息，发的信息呢，就是你们爷俩商量的那意思啊。我刚跟郭美呢早晨起来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咱们干脆一块儿啊，当面一块儿商量一下得了。哎呀，您辛苦辛苦，书记啊。哎，这么着我就跟这个小刘跟宝荣我们俩就过来了，跟我那刘秘书我们就过来了。哎呦呦。我听知郭美我们一块儿聊得挺好。第二个我跟你说啊，你呢那个担心呢。也是我这几天所想的，就是他们娘俩呢，包括郭美去香港，这个安全问题，我是真的，我都想在你前面，但我一直没说，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想我要跟你沟通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啊，首先一条是保密，对，这是我非常在乎的这个事情啊，因为你知道我是干这事儿干这种安全工作，我干了他们一辈子。是，你明白了吗？明白。保密是安全的前提，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把他们娘俩近期要去和你团聚的事儿向外界透露。那绝对不可能，放心，那我太明白。未经你允许来了，我也不让人透露。我跟你说吧，啊，那一定。我担心在什么呢？我现在这个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努力的回归到依法和低调这条轨道上来。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啊，这已经见了成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刚才跟庆之我们两个人聊得很深。我就是说呢，从2月18号咱们两个人从伦敦分手之后，2月18之后3月18、4月18，一直到今天5月2号，2个半月以来，这个事情又出现了这么多曲折和波折。有诸多因素。首先说，有文贵你不冷静的地方，你让我把话说完。有你不冷静的地方。其次，第二就是有对方有些人把这个领导的要求，把这个形态走偏了，有这个因素。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什么呢？针尖碰麦芒。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我不排除你在背后有人被别人忽悠的这个因素。你明白了吗？我想的无非就这么几条，可能我想的过于简单。你明白了吗？明白。哎，所以我就说呢，鉴于此，我说呢，他们娘俩的安全，我一直在想，保密是关键。首先，不能让这个他们娘俩去跟你团聚的事儿泄露出去。为了什么呢？我在担心，我真正的担心，郭美自个儿去香港办证，啥事儿没有，买个头等舱，自个儿去，自个儿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明白了吗？但是只要一透露，我担心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事儿制造点事端，然后再嫁祸于某方。谁都说不准。包括他们娘俩去美国。要真有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这个信息，想搞点什么事儿，做点什么文章，那我们双方，你我双方
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您说完，书记你说完。所以呢，我就在想啊，你呢说安排2个人，这都没问题，我回去协调这些事儿去。好吧。好。刚才呢，这2个人我也都见了面了。那小韩还有小张。对，小曹和小张，这2个人我刚才都见了面了。是吧？我把他们情况也都要了，我这样的话呢，回去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陪着郭美呢一块儿去香港办证。是吧？然后呢，再陪着静之他们俩一块儿到美国去，这都没问题。好不好？好。但是你得容我时间。我抓紧时间去做这件事儿去。好不好？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庆之跟我说了，什么你4哥和你6哥的事儿。包括河南，那是你2哥吧？2哥的大哥的女儿。我说这些事儿，我说呢，我们到了美国见了面以后，咱们进行一下认真的沟通这次。好吗？好。如果咱们双方能够达成相当的共识之后，这事儿马上就可以给它全都办掉，好吗？这是我讲的第2点。第3个呢，我想跟你说的事儿啊，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郭美和她母亲他们俩就要到你这儿去团聚了。我们也营造点好的氛围。大家都冷静一下。你要敢跟我拍胸脯，说从5月3号，从明天开始，你就不发生了。我今天夜里边我不睡觉，我去一家一家去跑去，我也能保证明天开始，这边也什么声音都没有。你能不能给我拍着胸脯？我现在叫您书记，行不行，书记？我希望你一定冷静的我听你把话说完，庆之把我骂了一狗血喷头，说我不听你说话说完。我跟庆之啊，听我跟你说，我刚跟庆之我们俩聊得很多了。我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咱们也营造点和谐的氛围，明白了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说我郭文贵从明天开始，我是什么推特也好，网上也罢，我不再发这些所谓的声音了。那好了，今天我一会儿我立马就走，我去做工作，一家一家的我去我去敲门去，我去做工作去。如果说明天你这不发生了，这边也会销声匿迹，咱们大家都各退一步，各让一步，你觉得这样行不行？我现在书记您说完了以后，我对您这个我向书记，我以文贵的身份向书记，我谈一下我的简单的要求和看法，好吧？为什么呢？你的因为什么？您说啊。这个庆之母女俩马上就要去你那儿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领导说的，我上次咱们俩人也是当着庆之他母女俩通电话讲的，对你要1分为2，这个事儿咱们还要低调去处理。中国人的事儿咱中国人自个儿办，我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你千万不要被别人利用。你这样的话呢，你如果说自个儿你现在说什么发了什么红哑语的话说发了红色通报了，这个我上次跟庆之就说过，我们俩刚才谈这个问题。你这个毕竟有这些债权债务的这些事情，经济上的问题不要给它政治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你听我跟你说啊，书记，这些事儿你包括节前被发红通的20几个人，都什么公布了什么在境外的什么住址乱七八糟的，这些对你这全都留着步呢，你应该明白这些意思。另外还一个什么，你最近在推特上说什么郭声琨到美国去了，和美国政府对你回来不回来的事儿进行交易，
这郭声琨他妈就在国内呢，你关心一下国内的这些网，什么新浪啊、搜狐啊，你关心这个，每天都有他行踪的报道。所以这个事儿他根本站不住的，所以我就担心呐，你千万别让别人给你忽悠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全都冷静一下，能够各让一步。你如果说你要今天敢跟我裴云波说，我文贵从明天开始，我把嘴先闭上，那好了，这边你只要有了这个说法，我去做工作，明天开始你要是停了，这边也就止了。你觉得这样行不行？我就说这么几条。第二个，我4哥、6哥，我的侄女还有那个没有逮捕的员工不放出来，我是不可能停止发声的。这是不可能的，书记。我逮捕的我不要求你们我下步跟您谈，我要求您给保释。但是您没来之前我不要求，但您来之前你不让这些人回来，书记我真不能见你，你也别让郭美来了，你也别让庆芝来了，我真的不能见你。我为什么？您来了我不能让你空手回去，我空手回去，岳庆芝都跟我闹离婚，已经威胁我了，我跟你离婚。你说那你不是让我来聊离婚了吗？我让您回去，就您彻底把我，要么你把我放倒都行，你也得回去立功；要么让我们两边都好，我不能让你这回跟上回一样谈点务虚的。您进屋子想好了，10分钟咱就开始说事儿，我就让你2天内让你彻底，就咱再达成一个条件。咱为啥？第一个，庆芝老骂我说你爱国爱什么国？天天的家丑往外扬，丢死人了。我不想家丑外扬啊。你说这帮流氓老把我弄着把名誉上弄完，你见我搭理谁了？这事儿文贵啊，咱先说第一条啊，就是你说这发生的这事儿啊。你说我第一次去回来了，你没事你在明镜上玩一直播，哎呦，那直播之前没在舆论上，没在网络上，他们那些所谓的网军呐，对你有什么动作？是因为你的《明镜周刊》对你进行第一次采访直播之后才发的声。后来当然说了什么3协是吧？啊，你告诉我之后，我特意调回来我才看到的，知道了吗？你说我就说这意思，你没事你先弄一明镜的一个第一期直播，你要不点这火，咱们一块往前推着走，这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跟你说啊，文贵，你还得听老哥的，就是什么呢？这时候事到如今了，咱是不是要解决事儿啊？所以解决事儿呢，这个事儿咱就得一步一步的来，明白了吗？现在你说了，这个你先跟我说，郭美与庆芝娘俩这么多年不让见面，是吧？好了，见了。马上就去办手续，是吧？那谁，而且你又提出来，说郭美男没问题，跟着一块走，是吧？这2个小伙子，这动作已经开始了。我跟你说啊，依法低调的门从咱俩人3月24号最后一次通电话，你跟我说，他说走了，你跟我说，刘书记，你心意也尽到了。今后这事儿你甭管了，该管了。你是不是说过这话？说过啊，是不是？是。我说，文贵啊，你话呢也别说这么绝，我这门缝还给你留着，咱俩事实咱们再通话。你还记得吧？记得，都记得啊。对，所以我跟你说的这意思呢，你就应该听明白，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还祝你生日快乐，这生日快乐，谢谢。我跟你说的意思什么呢？郭美和她妈妈一块去看你，再给你搞一次庆生。说句实话，如果你要是真大度的话，你他妈让我也一块参加一下，对吧？咱们一块吃个蛋糕，这不挺好的事儿吗？谢谢。这样的话呢，我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是说从明儿开始你就先停，我这边做工作，这边也开始停，网络上让他们把温度一点一点降回去，降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也到了美国了，咱俩人在这种氛围下，咱们
继续谈。你说有更深入的问题，咱们在一起谈，没问题，谈吧。这样的话，你说咱们互相达成共识之后，我马上当着你面给国内打电话，好不好？什么4哥6哥的事儿，咱们挨个全给办了就完了吗？我这样，但是呢，这个事儿已经我跟你说，文贵，你让完了，我往前走一步是很难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你要知道我得事先做多少准备。哎呀，你最难就是你，最难就是您啊！我太明白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往前推进一步吧，真的是很费力气的。这样的话呢，你要给我这个空间，你把空间给了我就往前迈步，它有空间我就好迈。你说我这儿做了动作，你那儿还依然如故，那我这空间不就没了吗？我怎么继续往前推呀？我明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咱俩第一步就是说，你要说明天你停，这边我就是跑到今年夜里2点去，我也一家去敲门去。明天这边我也保证让他们都停。这话我敢给你拍胸脯，你敢不敢吧？你说完4哥6哥的事儿，咱俩见面之后达成共识了，我当着你面打电话。书记，你说完了我再说好不好？你说完了我再说。行了，我说完了。好，第一个关于这个你说那个明镜第一期，书记，我在纽约在伦敦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我要上个明镜节目，我告诉你了。第一个，第二个，我把当时内容的，想到你说到你就出来了。不是，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我连你走，我跟你说了最起码3遍。第二个，我告诉你，我包括附的材料，就本来我要第一期节目说的，我一个字没说。你看看我跟你遵守了没有？不是我做的，是然后我报了以后你也没说啥，这就是你刘书记，我为啥尊重你？就是文贵你报了你就停了，你别再干了，你别弄了。然后呢，我也听了您的了，然后邦基老傅他妈就开始动作了。不是那个，你别忘他抓了我的人，他又抓了我的人啊！然后呢，这个专案组对我家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他把你给所有的干的好事他全部给颠覆过来，这是老傅干的。好，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2个半月了啊，这2个半月的风风雨雨，咱们共同都有教训可以总结。是，这个你承不承认？我讲的这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吧？我为啥让我6哥4哥那结得回来？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啊！我这不能跟你说，我这给我娘我很久没有这个视频了。我娘在郑州，现在头发一根黑的都没有了，而且我娘昨天晚上从床上跌，根本不敢让庆芝知道。她就是现在这来问我，你4哥你6哥到底躲哪儿去了？我跟你说，书记。你想想，你老娘现在被关在里，你兄弟关，你老娘这么问你，你杀人的心都有啊！你要理解我的处境啊！庆芝一来，你不知道，庆芝郭美来，我爹我娘有庆芝郭美，就是大半个天代表了我。他俩一出来，我爹我娘一问，我说心里话，如果不能让这哥回来，我叫我娘沉聚在高兴之中，千万不要让庆芝郭美来，我真不让他俩来。这个庆芝郭美再生我气，我也不让他来。我不能为了见我老婆这个女儿，我就把我爹我娘不要了呀！没有人能管得了我娘，你知道吗？不是老哥，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家庭，我不能为了见我的女儿和我的老婆，我不要。说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庆芝和郭美，他们俩人到美国去，老娘你2位老人身边，没有家里人照顾在身边，你不放心。让你4哥和6哥出来，对呀、你把那个郭丽杰，你那个郭丽杰，你给行，郭丽杰你让他出来行不行？我那个侄女，我娘天天找他。我书记啊，如果说我叫你不满意了，你打个电话就能把他们抓起来。他又不是出国了，他能怎么着？在里边关的是对国家有利吗？不在里边关的就对这事有解决吗？喂，是吧？文哥啊，文哥啊。你也别激动啊，咱俩刚才说的啊，这个不是已经商量到这一步了吗？啊，首先，庆芝和郭美，我们按计划该去还去，啊，明白了？好，那2个小伙子该赔还赔，啊，明白了吗？然后呢，
你四哥和你六哥的事儿，包括这叫什么侄女郭丽杰啊，郭丽杰，他们3个人的事儿，我今天回去我再协调一下。行，哪怕说先让郭丽杰过来先照顾一下他的爷爷奶奶，也是可以的。对，不是我4哥6哥呀，郭丽杰为啥我让他仨？庆之郭美一来，我们家那文化程度你都知道。我娘为啥叫他分？他就找啊，你说要给我老娘弄点啥事出，这不是又砸巴了吗？这事儿啊！你听我跟你说完啊，我这儿要一步一步的走，是明白了吗？明白啊。我现在跟你说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能不能先定一条？我这边在走着，你那儿呢也得有点表示啊，你别全都我往前走，你那儿老停着。那咱俩的距离不等于是0吗？那我这样，我向你保证，这个什么，我从明天，因为我刚才我推特里面说了，明天要晒一个王岐山书记的美国的房产，我就是然后呢，我本来是定好的是刚的，我要晒孟建柱书记的几个情人的事我都停。王岐山书记这个房产我得晒，我已经发推特出去了吗？我不晒，人家这全世界他妈你干嘛骗人呢？我楼下全长江短炮的。我跟别人说半天。你说这王岐山碍着你郭文贵哪根筋疼了？不是，他是管党员干部的。你说你这不是？但是呢，专案组的人很多人都说是王岐山书记下的命令这么弄的呀。胡他妈扯！那就被别人给忽悠了。我跟你这么说，给你发的这个红色通报跟孟建柱都没直接关系。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所以啊，这就邪恶了。马委书记管着这个，你根本还没有了解清楚这个内部的这些程序，你完全被别人给忽悠了。王岐山能管你吗？那发红通那是刑警总局、公安部的刑侦局管的事儿。现在能够发这红通的，公安部2个局，一个刑侦局，一个刑侦局，知道吗？他们报给风管的副部长签了，就这样就发走了，跟咱们郭声琨都没直接关系。所以你这个呀，你就是啊被别人忽悠了以后，你这样的话把你自个儿的对儿，我刚才是原话跟庆直说的，你可以一会儿问庆直是不是原话啊？这个你被别人这么一忽悠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拴的对儿太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就到现在这种程度，就到今天，这领导还说要对你一分为二呢，说你原来给国家安全机关做了很多工作是有贡献的，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你刚才点的那人之一，什么他妈情人。我刚才跟那个谁跟庆直把人家那孟书记家里边的事我都跟庆直做一简要介绍。2个老人，我跟你说比你父母岁数大多了，都快100了，一个是长期在床上都下不了地了，你明白了吗？一个老母亲，一个老岳母，人家而且自个儿人家没有子女，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什么事儿？所以我跟你说，文贵啊，你让别人忽悠了以后啊，人云亦云的话你说的太多了，你明白了吗？你图什么呢？什么又发什么美国房产？哎呀，我跟你说呀，什么几个情人，你图啥呀？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拴对儿吗？不是。我从现在起，你听我从现在起啊，你说啊，书记。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得跟包洋葱似的，自个儿还说把自个儿给包干净了，您这没事还把烂泥往身上抹。你说你这么着的话，最后说你那个什么，你那700亿的什么基金，你这么着的话，你要真把这个政府整个全给激怒了，那最后一弄，那你说这些财团也好，包括这些政府，是跟你郭文贵的利益牵扯的大呀，还是和中国政府的这个利益牵扯的关系大呀？孰重孰轻啊？是不是啊？你怎么这个问题你就没想明白呢？最后你说牺牲品是谁啊？最后弄半天，最终的牺牲品是你郭文贵，能是中国政府吗？是不是啊？你把这道理你想明白了的话，这事儿咱不就低调下来了吗？低调下来以后，咱就回归到法治的
这个法律的这个正常程序上来，依法来解决，还是让咱俩人回归到我们两人之初，按照总书记说的，咱们不忘初心，从开始咱们从头来，正着多好啊！你这样的话，性质身体它也会慢慢的压力逐渐的减轻，它会调理，是吧？更为健康。你们到时候家里边的兄弟姐妹能够大团圆，父母见着你在一块儿，甚至说你有朝一日你光棍你也回来了，给你妈给你爸爸一块儿磕个头，大伙儿在一块儿吃个饭，多好的天伦之乐呢！你自个儿给自个儿拴这么多对儿，对你有何益处啊？你拴的这些对儿，你就我倒退1万步说，就您那90家财团也好，是80家财团也罢，700亿也好，1000亿也罢，最后这个最终的目的，这些财团跟你合作是什么？是为了利益，对吧？都是为了获利。但最后说句实话，真要采取点其他的措施和手段，那我问你，是和你郭文贵合作，这些财团获取的利益大，还是和中国政府合作，他们获取的利益大呢？你把这些道理你得想穿、想透、想明白，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完了，我再回答你。我就先说到这儿，我听你的。你们把我逼到这种程度，这是我想做的吗？我想这么干吗，书记？你为啥不问这些人？你们把郭文贵逼成这个样子了，我愿意当这角色吗？我不愿意啊！我的妻儿老小全在中国呢，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从来没说过，说我不爱国了，说我把家丑外扬。我爹我娘要听明白不得跳楼吗？我咋成了一个背叛国家的人物了？我什么时候这样了？是他们逼的呀！现在就我4哥6哥我一个杰子在监狱里边，你们抓他就是犯法的，我让放回来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我有什么罪呀？难道我错了吗？我王岐山的房产我公布，他说没有，就他站出来说是不是他的？10几年前买的。你呀，文贵我跟你说，孟建柱有老爹老妈，他特别孝敬，我最尊敬他的孝敬。我给您说了，他有爹有妈，我也有爹有妈呀。他凭什么把我爹我妈弄成这样啊？他为什么这样啊？文贵你冷静，你听我跟你说你的怨气，你的怒气，我都理解。你要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我不想这样，书记。我现在正是站在你的角度上，替你来考虑和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万事最后是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是说把这些事儿弄得越打越好。最后我不想，书记，你说是我愿意在这个在人家的国家，让人家找到我门上来，人家保护我，你不觉得我太愚蠢了吗？你好像是这光荣吗？这事儿我愿意这样吗？我这基金我挣钱的呀，我掺和这个我他妈怎么弄啊？我这个，所以你听我跟你说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再试一下，我们回到原来我们2个人1月18号见面的，1月16号见面的时候谈的那个。我愿意，书记你让他们把网上所有的东西必须给我删除，公开说这是假的，他们不让黑五毛黑我，别再造我的谣，我100%我闭嘴，我不说了。关于爆料的事情，等你来再商量，但我绝不再去对待王书记、孟书记，我不再提了。但傅振华不行，傅振华我不弄死这个孙子绝不拉倒。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然后从明开始咱们先降温行不行？降温可以，我听您的。降温的条件，他们就是不能，他们是国家，我是个人呐。他们说的是假的，我说的是真的，他必须要停啊。你听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跟我说，拍了胸脯说，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开始把嘴闭上。我嘴闭上我做不到，我闭上我成了世界大事了。我闭上，我比如说我答应人家5月4号上秦伟平的节目，我只讲个人生活。
你降温降到什么程度啊？我就3条保证，我不再说孟书记、王书记，从明天下午开始起，你们那边只要是放人，你们只要是把所有的网络上，你必须把我的关于我的造谣的东西必须删除，必须公开说，跟我没关系，让我今天看到这是造谣的，你们找个理由说这是他妈非法的，完全打着公安部名义乱来的，造谣了，一律删除。你哪怕有一句话说完，我叫基金说，你看看，人家都说了，这是社会干的，根本不代表政府，这要给国家挽回点形象吗？滚滚的都是假的，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完了。我呢，我也不再去提这事儿。你这么啊啊，咱这降温呐，现在呢，你也不好在这个网络上说你错了，他们这边呢也不可能低头说他们错了，咱就说从这时候开始，从明天开始啊，你说从今天下午开始，这个你说我让我做你工作让你承认错了，你肯定不同意，我让他们宣布说他们错了，他们也肯定不赞成，这个我说的可当吧？行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说，就是双方现在开始全都降温。怎么叫这个？你别闹，我同意，书记，我拍胸不同意。怎么降温的标准？我希望你搞明白，别像上回一样，您说的我做了，你也希望他做，叫帮来个3协视频。您说标准是啥？我这个降温，您说标准是啥啊？今天是周2啊。今天是周2。3、4、5 3天，以3天为限。好不好？啊。3天为限，咱们先降温3天，然后咱俩通电话。啊，降温的不是我降什么温？你给我降温的标准，什么叫降温？你给我定义一下子。你降温，就是说，你说你涉及到这些领导的事儿，就不要再说了。你这个网上吵这些干什么呀？是不是？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推特上这些事儿啊，有那些你的粉丝跟你说说，你就简单回复一点行，你不要再主动发声了嘛。这不就那我就闭嘴了，那这个事儿太大了。不是啊，这边也停啊，这边也停。他咋的？不是你得让他删除，不是停啊，他得把那个发的什么这几天弄上，他都没折腾了，他折腾不了了，书记，他们输了啊。这边删除，那你删不删除啊？我删除啊，我也删除啊。你说这边删除，你也删除？当然了，这是必须的，我做到这一点，我拍一胸脯，他删除我删除，我马上删除。那这样啊，今天晚上，我看啊，8点左右咱俩再通个电话。行，8点钟是我这里时间，就是早上啊，好，我可以啊。现在是你的晚上，是我这儿的上午啊。你这快到午夜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也就是12个小时，10个小时以后，好不好？好，那这样我明天早上的9点钟，我去这个他们这个那个法庭啊，就是要去那个办个手续，大概的9点钟我要到。我8点50，我8点钟跟您通话，我8点50就得离开家，就得去啊。8点钟通电话，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北京时间8点。对，北京时间8点，行吧？好吧。然后我把手机打开，咱俩通电话。好。我呢把我沟通协调的结果跟你，咱俩再协调一下。好，我再跟你说一遍，书记，我没有改过任何的这个，我给你第一次提要求啊。庆之和郭美来美国是排第2位，我4哥6哥郭立杰回家陪我老爹老娘，这是第1位，啊，这是重要的。这我就求您这个。再一个，您来了，我告诉您，如果我没有把握让您，我再跟你没有把握让您回去，这个让您这个能完成工作，我就不会让您来，我不会毁您的。庆之已经把我骂的跪，说你把那么好个老大哥都毁了，你说我怎么毁你啊？您要我没把握，我就不让您来，我也不能毁您，就唯一这么个好人，我不能毁您。您来了，我让您看看我手里的东西，您就知道您是摁住的是核弹还是个导弹，我让您看看再说，行不行？行吧，书记。那晚上咱俩再通电话。好了，好吧。好嘞啊，那就这样。好嘞，哎，谢谢书记。哎，你等会儿啊，哎，等会儿这个跟青枝咱们俩，看还有什么话没？那个吴哥啊，刚才给刘书记聊到郭美这个事儿，刘书记这边他上香港去办这个证去，没有什么特殊的通道。不行，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我跟那边到香港，我去找那个协调驻京事务处。哎呀，那个书记说他跟国美